父亲和他的家，作者 E.W. 肯扬，第6章，人对中保的需要。在上一章我们看到，人类成了合法意义上的亡命之徒，失去了亲近神的途径。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12节所描述的，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，没有神。首先请注意，与基督无关。人若没有中保，就无法获得生命，也无法亲近神。而人类并没有中保。其次，它与所应许的诸约无关。人类对神已经没有任何约的权利，所以神赐下的权利因人的背叛都被剥夺。神本来赐予他合法亲近的权利与地位，但这一切都因人的叛逆而丧失。如今他的光景被形容为没有指望，在世上没有神，绝望无神，并且生活在撒旦掌死权的世界中。人类的处境可谓极其悲惨。不仅如此，正如前几章所说，人已经成为撒旦性情的有份者。他不仅在政治上是撒旦的属民，更是在本质上与撒旦联合。因此圣经称他为本为可怒之子，属灵上是死的，是魔鬼的儿女。由这些描述来看，人类的处境可说是全然无望。人没有祷告的基础，如果神垂听他的祷告，也只是出于恩典。人的状态在出埃及记33章20节有极形象的描述，又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从人类堕落直到耶稣基督坐在父神右边的整个历史，人都无法靠自己亲近神，除非是透过神所设立的祭司、流血的祭物、异梦、异象或天使的启示。所有民族的庙宇、祭坛、祭司制度都雄辩地证明了人类内心对罪的自觉和对死亡审判的惧怕。全人类都惧怕死亡，全人类都相信死后有审判与刑罚。异教世界那样黑暗绝望，是人类无望处境最有力的见证。印度有数以百万计的祭司，为着脱离绝望而挣扎，但没有出路。古今所有宗教都无法真正的带来盼望，也无法解决罪的问题，更无法让人不惧怕地来到神面前。人类的状况可以用这样的绝望的话来概括：没有指望，思想在绝望的打击下晕眩，生命之火将熄，身体站立，苍白的嘴唇轻声诉说，没有指望，没有指望。这是世界上最令人心碎的语言，是绝望的心灵，苦痛的灵魂，孤独的呐喊，没有指望，没有指望。心灵在黑暗中颤抖，罪恶的阴影像冬日寒风，死亡的冰吻，深渊的黑暗，寒气扑面而来。没有指望，没有指望，在耶稣之外没有指望。灵魂的丧钟不断地敲响，没有指望，没有指望。即便岁月无尽，这绝望仍然不绝。约伯在他的诗篇里用极其生动的画面展示了人类的绝望，正如歌德在浮士德中德国民族的传说表达人的悲剧。历史上也有一些先知或诗人成为那个时代百姓的代言人。约伯不是单一民族的诗人，而是全人类的诗人，是各时代的诗人。他提出的正是世世代代都在追问的问题：人如何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？古今中外的哲人圣贤都以不同方式反复追问这个问题。你要知道，约伯记是圣经中最早的古卷，显然是雅各、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在他去埃及时所写。
我现在要读的部分可以让你看见，在约伯的年代，人需要中保，已经是个极其鲜活的问题。翻开约伯记第4章12节，这里描述了一个阿拉伯人夜晚在沙漠绿洲的帐篷中，他在帐篷里入睡，夜色清冷，星空如宝石般点缀夜空。忽然间，他因异象而惊醒，有话悄悄地传到我耳中，我也听见其细微的声音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，世人沉睡的时候，恐惧忽然临到我，使我骨头战惊，有灵从我面前经过，我身上的毫毛直裂，那灵站住，我却不能够辨其形状。有影像在我眼前，我在静默中听见有声音说：人岂能比神公义吗？人岂能站在造他的主面前洁净吗？这正是千古难题，是历代思想者面前的终极追问。人能在神面前被称为无罪吗？堕落的人能在造他的主面前成为圣洁吗？要知道，必死一词只针对人的肉体，从不指灵。无论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，都有注定死亡、软弱无能的意思，也就是属于魔鬼的那一类。耶稣原本不是必死的，直到他成为我们的替罪羔羊。问题就在这里，一个注定要死、被撒旦辖制、属于魔鬼权下的人，能在神面前被称为无罪吗？能被称为圣洁吗？约伯记第9章生动地描述了一位老人临终前面对永恒问题时的心灵的挣扎，他所有的感官都因将要面对审判而变得异常敏锐。约伯吐露出全人类灵魂深处的痛苦，他仿佛在帐篷里，家人环绕，临终之人敞开心扉，毫无保留地说出死亡阴影下的恐惧。他喊道：我的日子比跑步的人还快，疾驰而去，不见福乐，如同快行的船，如同朴实的鹰。这些都是来形容老年人时光飞逝的比喻。若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火车、汽车、飞机飞速掠过阳光之下，都在说明日月如梭，光阴难留。他接着说：我若说我要忘记我的哀情，除去愁容，心中畅快，我却因我的忧愁而惧怕。我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，我必被你定为有罪。他已经深深地陷入自责与审判的阴影，绝望的乌云在心头聚集，最后一丝希望的阳光正在黑暗中陨落。没有任何亮光能够穿透帐篷的黑暗，一切虚假的盼望都被破灭了。他只能孤独地面对自己的罪，自己的愧疚和绝望。他说：我若想振作起来，摆脱忧伤，也无济于事，我的忧愁还是让我害怕。这是彻底绝望的黑暗，是对真相的清楚认知。我必被定为有罪。他明白这一点，几乎带着不满和无奈的情绪喊道：我为何还要徒然劳碌，为自己做无用的遮盖？我用白雪的手清洗，使手洁净，你仍要把我扔进污泥里，连我的衣服都厌弃我。这里表达出无法掩饰的内疚和自责，这种痛苦最终必然爆发。长久压抑的内疚感终于找到出口，你必把我扔进污里，连我的衣服自以为意都厌弃我，因为他不像我一样的人。可以与我辩论，我们也不能同列受审。约伯知道自己无法的面对神，因为神不是凡人，没有罪的枷锁。接着他说出人类历史上最悲哀的话语：在我们中间没有仲裁者，可以按手在我们二人身上。换句话说，没有中保能在神与人之间拥有合法地位，同时又能理解代表人类
这正是约伯对中保的呼求，不只是他个人的呐喊，而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共同的呼声，在绝望中发出的叹息。他痛苦地说，只愿他把他的杖律法收回，不再使我惧怕，这样我才能够坦然地与他对话。但现在我无法如此。约伯道出了人类需要中保的呼声。人怎能在神面前称义呢？妇人所生的人怎能洁净呢？看哪，在他眼前连月亮也无光，星宿也不洁净，何况是人，不过是虫，人不过是蛆。约伯记25章4至6节。这话听起来几乎和新约的呼声如出一辙。妇人所生的人怎能洁净呢？文章的最后摘自了斯丹利·琼斯的一段话。我们现在知道，神就是我们在耶稣身上所看见的那样，他像基督一样。如果他真是如此，那他就是良善的神，是可信赖的。如果这创造宇宙的心正如在十字架上破碎的那颗温柔心肠一样，那么我们可以毫无保留地把我们的心交给他。我对神最高的赞美就是他既像基督那样活着。一位耶鲁大学的教授说，在我心中，问题并不是在于耶稣是否是神性，而在于神是否会像耶稣一样行事。奇妙的是，一位人曾在我们中间生活，当我们思想神时，若不用这位人的形象来思考他，他便不再是良善的了。我们可以将耶稣身上一切道德属性毫无损失地转移到神的身上。相反，借由用耶稣的形象思想神，我们对神的认识反而被提升。凡试图用其他方式思想神的人，都会使我们对他的观念变得低劣而平凡。斯坦利·琼斯。